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呢是10月3号，现在呢是欧洲的时间啊，下午6点钟左右。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还是想聊一下中国的股市啊。这两天呢我大概也看了一下，这个国庆节吧，算是就朋友圈里面大家都是非常高兴的，对吧？因为中国的股市大涨，然后呢，或多或少吧，有的人呢是老股民，过去买了一些股票那么现在虽然呢他没有赚钱，但是他亏的钱从账面上来看呢，已经亏得很少。那么有的人呢是新开户的那么赶在节前呢，最后的几天呢，做了一波所以呢，现在呢也是有一部分的盈利那么现在呢，在中国的这个互联网上呢，有几种声音就是关于这个中国的股市未来的走向的。那么我今天呢，就大概的把这几种分析一下然后呢再讲一些我未来我自己对这个中国未来股市的一个判断。首先呢，就是以上海爷叔为主的这种网红派那么他们呢主要是唱多中国股市的就是不光在秋天会涨，在年底甚至明年也会一路上涨，甚至呢会变成一个长牛要涨个几年，3000点、4000点都是小目标，10000点才是一个大目标那么他们的概念呢，就是这一次是国家发红包国家发钱国家给你的一个致富的机会国家要拉股市了，所以呢，就是如果你来做这个股票呢，你就会赚钱，并且呢，这些人呢，往往呢，他还会带有一些这个民族情节，是吧？他会说这个是因为美国人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这个中国的股市也要做起来，对吧？就是这个呢，就是目前网络上支持的声音是最多的想想也是正常的，对吧？因为就是股民们当然希望股票涨我也希望股票涨，对吧？所以你就是如果想要在流量方面有很多这个热门的话你必须得唱多股市那么这批人呢，主要是就是以这个唱多股市为主的还有一批呢是比较理性的他们呢是技术派就这些人平时呢录一些专业的投资类的视频主要从 K 线这个量化这个许多这个操作心理各种方面呢，他们来分析这个股票市场。那么在这些理性派的这个声音里面我把他们总结一下吧，就他们认为呢，现在的这种快速的上涨是非常不健康的就正常的上涨呢，应该是循序渐进的，慢慢的往上涨。那么这样的上涨呢，就持续的时间更长一点这种快速式的上涨呢，往往呢他们觉得就是不健康这个上涨这种趋势呢，随时会停止所以他们呢就更多的是根据图形根据这个技术上来分析这个股市。那么这些人呢他们的流量就很少了，对吧因为首先技术大家不爱听我自己我也不懂技术，对吧？所以基本上就是我觉得有耐心听他们的说的人呢就比较少
还有一些呢，就是还有一些呢就会他就说这个股票肯定是个阴谋什么大家现在老百姓口袋里没钱了，是吧？就有一些中老年人口袋里有一些存款或者说有一些人不愿意消费就把钱存在银行里面，所以呢这个刺激股市刺激股市了以后呢，股票涨了，大家呢都会把钱投到这个股市来，投到这个股市来以后呢，大家看到这个预期未来能赚到钱，那么也就愿意去消费了，对吧？那这个就是说在国庆节前拉升股市，国庆节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带动消费随后呢就是未来呢这些最后呢就是要把这些散户的钱给吃掉那这个呢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一个我们就称它为阴谋论的版本吧，对吧？那么今天有一个朋友给我打个电话，他跟我说他说你最近知道中国股票涨了吗？大涨他说我之前投入了100多万现在赚了30多万之前还是亏的现在不但没有亏了，还赚了30多万。然后呢他说有一些亲戚什么的还要就给他一些钱让他代为操作一下，对吧？因为一些亲戚是老年人嘛，他们也不懂开户也不懂什么股票对吧？就可能银行里面有一些存款，就要看到能赚钱了他们也不管这个钱反正有没有什么风险，对吧？你比如说你说你100万突然变成130万了，正常情况下这个利润这么高肯定会就问一下风险，对吧？但是我发现就中国的这些中老年人吧我觉得他们的这种风险意识是非常淡薄的他们就只要觉得就像之前那个 P2P 也是，只要这个告诉你这个回报很高，他们不太关心风险的问题。但是往往真的当风险产生了呢他们又会暴跳如雷大骂，对吧？他们很少会就自己去考虑就是这种风险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确实也要看一看自己的问题，对吧？就你自己是不是太贪婪了那么我个人呢，我的看法，我觉得这个股市呢，从我这两天我看到像什么贝莱德或者一些国际的这些银行国际的一些什么金融家出来评论说什么中国股市未来怎么样，对吧？我都觉得这些人或者这些机构，或许他之前他已经参与了，比如说一些国际著名的这种金融机构，对吧？他可能本来他就投资了某些公司，是吧？你不能说他提前埋伏在这个股票里面，但是呢，他可能就投资了一些公司，这些上市公司里面或多或少有一些关联。然后呢，这个公司这个股市这样，公司没有办法融到资，对吧？那现在有这样的一种机会了他们在这个时机发这样的一种信号，是吧？那这种信号意味着什么？这种信号就意味着让你进场让在场里面的人 hold 住，不要卖，对吧？但是呢，就这个国庆节10月1号之前这个一周，其实是有很多上市公司，他们已经在已经在这个卖掉他们手里的股票他们在减持，包括一些高管，对吧？那如果说真的这个股市未来的可持续性还是非常长久的话，那为什么就是现在就会有很多人减持呢？是吧？当然这只是一个理由那么我个人的看法呢，我觉得我不能说就是现在马上这个国庆节过完，对吧？
就10月份，包括年底，不能说完全没有行情啊。但我觉得呢，如果确实是有足够量的人啊，就如果有很多人，对吧？大家都看好这个股市，大家都进来啊，都在买，那或许呢，这个股市真的可以啊，就不说非常量大的这个往下跌，对吧？起码它能够稳住一段时间，不至于就是说立刻就跌得很难看，对吧？但是呢，我觉得散户的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就是大部分的散户啊，他们觉得这个股市这样涨正常吗？我觉得他们心里面也觉得不是很正常，他们只是觉得不可能我一买进去就跌，我这么倒霉，对吧？啊，有可能就是啊别人倒霉啊，我不倒霉，我买进去啊涨2天我就卖了，我赚一点点钱，是吧？啊，他没有想过就是说啊，有可能这个不好的运气就会出现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呢，如果啊就是这些人他买进去了以后啊，当这个股市下跌的话，要不就是这些人被深度套牢，要不就是他们是跑得最快的啊，那个股市呢啊就很有可能就是会又回到啊它原来的一个位置，因为这个不是没有发生过啊，在2024年的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录了几个视频，那个时候还是胡锡进老师天天发微博，对吧？说啊这个股票要怎么样了啊，要有信心啊什么，就那个时候啊，我就说啊，我说这个股票呢，它还是未来有机会上涨的啊，但是呢，3300点还是3500点，我说当时是一个也是一个坎，对吧？啊，果然它涨到了3300点还是多少啊？它就又开始又往下跌，又跌到这个2700，整整用了1年的时间啊，差不多就是一个循环嘛。那么现在也是的啊，现在我觉得呢，这一次上涨理论上啊，应该这个力度呢要比2024年年初的时候呢要稍微大一点啊，确实这个力度现在也显示出来了，是大一点，但是呢，未来能不能持续呢？啊，这个真的，我觉得，就我自己的这个看法是概率不高啊。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些投资者啊，他们并不是一些机构，对吧？不是说他买了一些机构的什么东西啊，然后这些机构进来投资，一下子投个3年5年。现在这些投资者都是把身上能够拿的，或者说一些临时的这些什么钱用来投资，然后呢，已经这个市场是一个大起大落了啊，就是非常刺激。他呢想进来赚一些快钱，那这些人呢，他是稳不住这个市场的啊。至于什么国家发红包、国家让你致富的这个说法呢，我觉得在金融市场上不存在这种说法啊。当然了，作为这个政府，它是可以发很多有利于市场信息的一些政策，对吧？它发一些有利的政策，但是并不是每一次政策都会有效果呀。之前有段时间也密集的发了很多相关的政策，就比如说房地产吧，发了很多相关的政策，对吧？过去房价涨得很快的时候发了很多这个让这个房价稳住下跌的政策，可是呢，房价依然没有下跌依然是上涨的，对吧？涨得非常的快。在今年2024年也发过许多政策就是提升经济刺激消费各种类的，但是呢，股市有没有很好的一些起色呢？也没有，对吧？所以说，我觉得纯粹是国家来主导这个金融市场，让大家去发财这个思路呢，我觉得这个肯定是
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有流量的一种说法，对吧？啊，就是可以利用大家的民族情节啊，就是买股票啊，就是爱国还能赚钱，对吧？我觉得这种啊，这种是就是在流量上，对吧？不管是什么平台什么都是支持的啊。我觉得这种说法，从金融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就不理性的，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呢，如果你问我现在还没有入市的人还能不能去买我觉得真的持币观望吧，就现在你去买有可能你就是买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我母亲，我给她打电话我说股票上涨了，你之前买的股票有没有解套她说没有她说我买的股票20多块钱买的，现在才涨到10块钱还亏一半。所以就是如果你买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的时候，就算后面来了一些行情，你也是解套不了的，对吧？你买在一个非常低的时候，总有这个机会呢，你说不定还能够把本拿回来，是吧？所以就是我觉得做这种股市虽然说就是很多理论都说股市一定要买涨不买跌一定要在这个股票最高的、涨得最快的一些时间你进去买，对吧？然后什么要止损跌个多少要止损，这种我觉得理论呢，在实际的，就是市场中我们都能知道的理论，金融的这些操盘手，这些实际控制这些股票的人，他能不知道吗？对吧？所以早就这种被专业的人，我觉得他们非常了解我们散户的心态的，对吧？所以就是只有就是买更低的筹码当这个股市到一个非常低迷的时候，对吧？我为什么后来就是我觉得又想买了呢？我突然发现那个胡锡进老师他不说话了就他有一段时间不是一直说我还要补到什么位置然后后来他有一段时间好像又说这股票亏得我实在太惨了，就我也没想到什么他说他后悔了什么的就那段时间，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开始买了一点因为为什么我就觉得这就说明连他就他也觉得亏的就承受不了了嘛，对吧？或者说他亏的觉得非常的别人恐惧的时候你就要贪婪，是吧？这个巴菲特说的吧。那现在是大家都贪婪的时候所以我觉得现在真的要远离风险你可以慢慢的观望，最好不要关心这些事情了，隔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再来看这个问题不该你发的财就别发，你就当没有发生过这个事，对吧？但是你如果本金亏进去了如果你现在在最高的位置你买进去了有可能你这个一套要不就是亏损，巨量的亏损，要不这个一套就套你很多，好吧？那谢谢大家，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